今天带您走进云南省的西双版纳，它的全称叫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。中国云南省是一个非常适合来旅游的地方，除了昆明、大理、丽江、香格里拉，还有今天介绍的西双版纳。汉族、傣族、瑶族、哈尼族、布朗族、基诺族等13种民族汇聚，告庄西双景、总佛寺、傣族园，丰富又浓郁的民族风情是西双版纳最迷人的标签之一。西双版纳处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边沿，雨林徒步、中科植物园、原始森林公园，这里被称为植物王国。下面就一起来探索西双版纳好玩的地方。1. 告庄西双景，这里是西双版纳最美的地方，在傣语里它是告庄西双景，翻译成汉语就是九塔12寨。在夜晚灯光的装扮下，热闹的星光夜市打开了西双版纳晚上的一种生活方式。香茅草烤鱼，香茅草的天然香味随着烤制渗入到鱼肉里，香甜的菠萝紫米饭，新鲜的菠萝被掏空，装入浸泡好的紫糯米和佐料，这是一道充满智慧的美食。又酸又辣的冲鸡脚，香煮烤饭，包烧、烤鸡，各种热带水果，美丽的傣族服装，吃喝玩乐的夜生活在这里拉开帷幕，梦幻般的夜市体验，每一样都让人难以抗拒。白天的告庄西双景，褪去灯光的装扮，露出它的真正面貌。一条澜沧江，两岸无尽的民族风情，66米高的大金塔，9座佛塔一样的现代建筑，西双版纳就像一把开启文化的钥匙，让您感受中国云南与泰国、老挝、越南、缅甸、柬埔寨这6个国家的民俗风情。2. 曼听公园，这里在以前是傣王御花园，是西双版纳傣王邀请照片岭和土司们游玩赏花的地方。它是西双版纳最古老的花园，树林、山丘、湖泊、佛塔、宫殿。这座拥有1300年历史的傣王御花园，傣族人习惯把它称为春欢，意为灵魂之源，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展现着丰富多彩的傣族文化。在过去，铁当木是傣族人生活所需的燃料树种。傣族青年男女结婚之后做的一件重要事情，便是给自己的孩子种上一片的铁当木。金碧辉煌的傣王宫殿，精美异域风情的佛教建筑，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，景色宜人。而到了夜晚，曼听公园摇身一变，成为欢乐的海洋。绚丽多彩的服饰，热情奔放的舞蹈，还沉浸在傣族、基诺族、布朗族、拉祜族、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里。气氛热烈的篝火晚会又再次点燃激情，动感的音乐，大家手拉着手围着火堆欢快的舞蹈。在这一刻，快乐就是这么的简单。最后再将手里的水灯放入水中，让水灯带着对家人、朋友的祝福飘向远方。3. 总佛寺位于曼听公园的一侧，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西双版纳地位最高的佛寺。凭借曼听公园的门票可以免费进入参观。金碧辉煌的屋顶，精美的雕刻装饰和色彩鲜艳的壁画。总佛寺面积不大，但整体布局严谨。大雄宝殿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像、阿迦牟尼舍利塔、藏经阁、僧寮、佛塔，融合了傣族传统橄榄式建筑与东南亚佛寺的风格。总佛寺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，当时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泰国、缅甸等地传入云南，然后在傣族地区扎根，总佛寺也渐渐成为整个地区的佛教中心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总佛寺经历了多次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破坏。现在眼前的总佛寺宏伟精美的样子，是在1980年代修复和扩建后形成的。4. 中科植物园，它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。
中科植物园隶属于中国科学院，由中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率领，在1959年创建。中科植物园分为东区和西区，面积非常的大，占地约1125公顷。如果您对植物不感兴趣，来这里游玩会非常的枯燥。整个植物园内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带、亚热带植物合计13000多种。榕树园、水生植物园、棕榈园、南药园、百果园等等，在这38个专业分类的植物园区，能让您重新认识一遍这个地球上的植物世界。水面上静静漂浮的王莲，微微翘起的叶片边缘，就像一只只碧绿的托盘。望天树、龙脑香笔直的树身，它们就像只有一个目标，要一直往天空生长。缠绕在一起生长的大树，南美水仙、金花茶、王妃藤、五指山兰、朝天椒、龙脑香、火焰花。走在蜿蜒的步行道上，慢慢地欣赏着这些从未见过的奇花异木。5. 景洪大金塔寺，位于景洪市市区的大金塔寺，66.6米高度，是那么的耀眼。大金塔寺是一座充满泰式风格的大佛塔，白象、金龙和飞舞的孔雀，这些神兽就像是大金塔寺的守护。这红色的塔身，金色的塔尖在66.6米的天空闪闪发光。这座建在澜沧江旁边的大金塔寺，它隐藏着的寓意将连6国。大金塔寺前面的澜沧江，它起源于中国的青海唐古拉山，从西双版纳景洪流出中国后，在东南亚地区它有另外一个名字，人们叫它湄公河，然后流经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和越南这5个国家，干流全长4880公里，成为6个国家交流的纽带。围绕着大塔的4个实心小塔，分别代表着景栋、景来、景迈、景同，融合了浓浓的异国风情。6. 原始森林公园，它是最靠近景洪市区的一片原始森林，距离告庄西双井只有8公里。原始森林公园面积非常的大，大约有17平方千米，98%的森林覆盖率。在这里，你会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能力，独特的独木成林、植物绞杀、老茎生花、神奇的板根景象。全年丰沛的降雨孕育着多样的动植物，生长成特有的雨林生态景观。在这里，植物生长需要智慧。那些附生植物，它们的根不生长在泥土里，而是依附在树枝上，依靠雨水和空气中的养分生存，宛如森林中的空中花园。原始森林公园里最大的亮点，就是让人惊叹的孔雀放飞表演。原始森林公园栖息着3000多只孔雀，每当哨音响起，它们从密林深处腾飞而出，身上披着五彩斑斓的羽衣，拍打着翅膀掠过湖面，身姿优雅地落在湖畔，宛如电影里的画面。7. 蒙远仙境，市区的民俗风情已经让您审美疲劳，那么来一场雨林穿越。西双版纳以热带雨林闻名，蒙远仙境位于勐腊县，距离景洪市区大约100公里。蒙远仙境国家公园面积约30平方公里，在这里选择一条徒步路线，享受雨林穿越的乐趣。踩着清凉的溪水步行在雨林里，阳光穿透茂密的树叶，投下一点一点的光斑，欣赏绞杀茸的诡异，雨林板根的奇特景象。在向导的带领下，认识各种珍稀植物。
偶遇的蝴蝶、松鼠、小蛇，树上传来的鸟叫声，大自然的神奇和野性为旅途增添着乐趣。在蒙远县境内，喀斯特地貌孕育出众多的石笋、石森林、溶洞和地下暗河等自然景观。带着头灯穿越狭窄通道，洁白的钟乳石，形状各异的石笋，层层叠叠的石幔，积累万年才形成的溶洞与热带雨林的结合，两种活化石展现的美，让这趟徒步旅行更加的治愈。8. 傣族园位于景洪市蒙罕镇，距离景洪市区大约27公里。在西双版纳旅游一天，从文化到美食能一个都不少体验他们的地方，就是傣族园。傣族园既像村寨，又像园林，它是由5个保存最完好的傣族自然村寨组成。浓郁而真实的傣家生活，满江村的美食，地道的傣味烧烤，五花肉被烤得焦脆滋滋冒油，鱼肚里塞满了各种香料的香茅草烤鱼，鱼肉鲜美散发着清香，酸笋煮鸡、油炸青苔、竹筒饭，味道和价格甚至略胜过星光夜市。走到曼春满，又是另外一种景象，宁静的佛寺透露出一种古朴而深邃，傣式屋顶宛如雄鹰展翅，精妙绝伦的雕刻，小小的寺庙里弥漫着平静和安宁。到了下午，终于等来了最热闹好玩的泼水活动。此时的泼水广场充满欢乐，伴随着动听的傣族音乐，拿起水盆与周围的人相互泼水，寓意着那份美好祝愿。在这一刻的欢腾中，所有的烦恼与疲惫全都被抛开，尽情的唱歌跳舞，享受着这一刻的欢乐。9. 望天树景区位于勐腊县，距离景洪市区大约150公里。它是以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围绕望天树打造的特色景点。现在全中国唯一的一条设计在树上的行人步道，这条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全长约500米，数十株望天树的树干就像是桥墩在托举着，走在上面犹如行走在云端，脚踏绿浪，手揽清风。望天树景区被誉为可以水、陆、空3维体验雨林景色。在水路澜沧江的支流南腊河蜿蜒于雨林之中，两岸的参天老树藤蔓缠绕，放眼望去全是茂盛的翠绿植物，与走在树冠走廊的感觉又截然不同。飞利浦小道是望天树景区徒步雨林的小径，全长大约2公里。跟随着这条以植物学家命名的路线，在雨林里邂逅角鲨榕，树丛里稀有的小植物，一棵比一棵高的望天树。10. 景迈山位于勐海县，距离景洪市区大约130公里。这里很宁静，也很美，日出云海，云雾交织，白茫茫的填满了山谷，寨子若隐若现，犹如神仙的地方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在中国云南盛产一种叫云南普洱的名茶。景迈山的14个传统村落，2.8万亩的古茶园，他们只种植着一种茶，名字叫景迈山普洱茶。
解锁茶园里的小村落，景迈山不再是单一的景点。零散分布在景迈山的少数民族村落，景迈大寨、蒙本、芒梗、翁基、芒景上寨，这些木质结构的吊脚楼依山而建，寨子里升起袅袅炊烟，人们在喝着茶聊着天。这里宁静的生活，寨子保留的这份古朴本色。朝看云海，暮看落日，喝上一杯香气充满口腔的普洱茶，这份轻松惬意与宁静的环境让景迈山更加的令人向往。茶林、古寨、少数民族文化，老茶树就长在寨子里。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，清晨推开窗就能闻到那一抹茶香。如果您是在每年的采茶季到来，还可以在翠绿的茶林体验一把采茶和亲手制作普洱茶饼的乐趣。